安定侯府嫡女，册为太子妃，接旨吧。我竟然真的重生了。圣旨已下，见到未来太子妃还不下跪？顶着侯府嫡女的身份招摇过市，还真当自己是侯府小姐了。程县，你竟然……太子也是你这个野女能消想，还下跪！我看你这欺君之罪，10个人头都不够掉的。宫里的人才刚走，你就抢圣旨，你疯了不成？若是被父亲知道了，你这一辈子就不用想着走出去了。抢啊！我程县用得着抢你的？你算哪根葱，也敢带我接旨？妹妹，我知道你怪我抢了你的风头，可我也是为了你好啊。太子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天皇贵胄。我怎么了？我配不上太子，难道你就配得上？小姐别怕，谅太也不敢。不敢？谁不敢？他承诺在侯府连个庶女都算不上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小姐，我也快要回来了，回来便回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欺君之罪，他是不是真的敢犯？我母亲是当朝贵妃的妹妹，皇上亲御的婚事，谁敢不算数？上辈子我被你们骗得团团转，以为是外主家害死了母亲，如今重活一世，我要把属于我的东西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义女，你在做什么？来了。义女，你在做什么？若儿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父亲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妹妹她疯了，不仅抢了圣旨，还打伤了我。疯了？我倒要看看是谁疯了。父亲，您可看清楚了，这圣旨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您让一个外人冒充嫡女接旨，就不怕掉脑袋吗？你，那又如何？母亲已逝，你又是这么个病秧子，如何担得起太子妃重任？若儿知书达理，由她替你嫁入东宫是你的福气。父亲，您这话说的还真是冠冕堂皇。您是觉得我程县好欺负，死了也白死吗？怎么，父亲还想打我？你也不怕传出去，被人笑话您宠妾灭妻，连亲生女儿都不如一个私生女？父亲不要生气，妹妹只是暂时没想通，若是她想去，那我让给她便是。仙儿，你可还记得你母亲是如何死的？是被沈贵妃害死的。你如今还要去履行婚约，如何对得起你死去的母亲？是啊，妹妹，父亲是为了你好。你若嫁过去，与沈贵妃斗个你死我活，如何是好？你若识相，就乖乖听我安排，跟太子悔婚，让若儿去替你。上世我就是信了你们的鬼话，才落得个被毁清白、挫骨扬灰的下场。不必劳烦父亲这样为我操心了。明月、彩霞，去替我简单收拾一下，我要回将军府。回将军府？仙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这里就是你的家，你要回哪儿去？家？父亲怕不是忘了，我自幼丧母，在这侯府中，谁又真的当我是大小姐？倒是程若，你着我的身份作威作福，你全当看不见。我就问问，这里何时成了我的家？可你在侯府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为父哪里对不住你了？父亲也别多想，我只是许久没见过外公与外婆，挂念。妹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父亲也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明白他的苦心呢？你不仅不体谅父亲，还处处作对，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！滚开！这个不孝女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真是烦了你了！男人，我把他关起来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放开我！我是当朝沈贵妃的侄女，放肆！放开我！呸！什么沈贵妃？谁人不知贵妃娘娘讨厌你？也不看看自己这副模样，还想着攀高枝。即便侯府不认我，我外公是镇国大将军，舅舅是威远大将军，我还是圣上亲封的太子妃。你如此对我，会有什么下场？闭嘴！妹妹，我劝你就安分点，不要再顶撞父亲了。你这样传出去多不好听啊！在这侯府，就是我安定侯说了算。我说只有若儿一个嫡女，便只有若儿一个嫡女。太子妃，你就别想了，若儿自会替你去。我看谁敢动我外孙女！外公，舅舅，仙儿。我的仙儿，你受苦了。外公，只有仙儿一个外孙女，
你这个小畜生还不配叫我外公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赶上了。安定侯，敢问我的外孙女犯了什么错，竟如此对待她？醒醒，将军，你敢怒斥安定侯？若儿，闭嘴！安定侯好歹也是一朝侯爷，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如此狠手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哼！我要是再不来，我的宝贝外孙女就要被你活活折磨死了。这是家事，家事。今日我便带谢儿回将军府，你若是不服，尽管来将军府要人。程若，我们的账回京后再慢慢算。姨母，仙儿，你受苦了。仙儿有一事憋在心里多年，想请教姨母。你说，我听闻当年是您约了我母亲去寺庙上香，她才会遇到山贼。不是我，当年我从未约过妹妹去寺庙。若我知道，定会派人好好护着她。可是这是父亲给我的信，他说这就是您亲笔写给我母亲的。这字迹，你自己看看吧。竟然是假的！我明白了，这信是有人故意模仿自己写的，就是为了挑拨我和沈贵妃的关系。因此上一世我在侯府惨死，怀着怨恨的心，也不愿找将军府帮忙。程安邦，你竟然骗了我一辈子！这么多年，我恨错了人，也怨恨错了人。母亲的东西大都留在侯府，当年程安邦嫌晦气，用粗布随便裹了一包送回来。若不是外公家的人细心整理，恐怕早就烂透了。小姐，您又想起夫人了。老夫人特意吩咐炖了冰糖选梨，您用一些吧，别伤了身子。春芝，你是母亲的陪嫁，你算算，送回来的这些是不是少了许多？小姐，何止是少了？夫人当年的10里红妆，光铺子就有12间，良田千亩，送回来的这些连1/10都不到。还有呢，尤其是夫人最宝贝的那个紫檀木装匣，里面放着陪嫁账本、私印，还有老将军给夫人的亲笔信，那可是夫人的宝贝，从来没见送回来过。上辈子程安邦说母亲的嫁妆都给我养病用，我竟然信了。那是母亲一生的家底，最后竟都成了程若挥霍的资本，成了杜宁收买人心的筹码。小姐，咱们不急，你有老将军护着，那些东西迟早能拿回来。不，我一刻都等不了。小姐，门房截住了几个在外面散播闲话的泼皮，说是要紧事，特来请小姐示下。散播闲话，果然程安邦和程若是半点都安分不下来了。走，去看看，我倒要听听他们又给我编排了什么好听的名声。仙儿，你听听，这2个混账东西，拿着程安邦给的钱，在城里说你不孝不悌，顶撞生父，还说你容不下叔妹，连婚约都配不上。上辈子就是这些谣言让我众叛亲离，连太子都对我心生厌弃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。程安邦这个混账，宠妾灭妻，还敢往我外孙女身上泼脏水，我这就带人去安定侯府撕烂他的嘴。外公，您别气，为了这种人生气，不值当。他都把你编排成什么样了？想毁我名声，无非是想让太子厌弃我，好让程若顺理成章顶替婚约。我若现在打上门去，反倒坐实了骄纵蛮横的名头，落入圈套。仙儿说的对，那你想怎么做？舅舅全听你的。他想让京中贵妇圈都看我的笑话，那我就亲自去一趟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到底谁才是名正言顺的侯府嫡女，谁是上不得台面的赝品。3日后的长公主府赏花宴，前世程若在那里出尽风头，博得了温柔贤淑的好名声。这一世，我要把属于我的全都拿回。这是哪家的千金？好大的排场，看着像是往将军府的方向来的。走，
进去会会那位温柔贤淑的贾小姐。妹妹也真是，就算对我不满，也不该顶撞父亲，闹到将军府去。我只盼她早点想通，父女哪有隔夜仇？若小姐真心善，换作是我早就气坏了。听说她还抢圣旨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这性子怎么配得上太子妃之位？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长公主府的赏花宴，我是圣上亲封的太子妃，安定侯府唯一的嫡女，难道来不得？倒是你，程若，我母亲名下从未有过你这么个女儿。你既不是庶女，也不是养女，顶着侯府小姐的名头赴宴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妹妹，我知道你怪我抢了风头，可我从未想过占你的位置。我只是想替父亲分忧，替你担着那些你不想担的责任啊！你跪我做什么？我是侯府嫡女，你是个连族谱都上不了的外人。按规矩，你见我本就该下跪求你。难道这些年父亲连最基本的规矩都没教过你？还是说你跪这一下，是想让在场的夫人小姐觉得我程宪在欺负你？是啊，连族谱都没上，确实连庶女都算不上。这跪的倒像是存心让嫡女难堪了。还有，你说你替我担责任，圣上亲赐的太子婚约，圣旨上明明白白写的是我程宪的名字。那日宣旨太监就在侯府，你竟敢抢在我前面接旨，怎么？你是觉得自己的脖子够硬，扛得住欺君之罪，还是觉得安定侯府的爵位保得住你这颗脑袋？我没欺君之罪，株连九族，谁敢沾，谁就得死。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赏花宴，怎么闹成这个样子？悬疑当朝太子，你就是宪儿吧？当年你母亲还在的时候，常抱着你来我府里玩，没想到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。臣女程宪见过长公主，见过太子殿下。免礼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宪儿，跟我来，带你去看看我园子里新开的牡丹。是，这一局我赢了。程若，你以为流言能毁了我？其实它只会让你彻底消失在京中的视线里。这些年你在侯府受苦了，你母亲是我最好的姐妹，她走得早，我竟没顾得上你，是我的不是。长公主言重了，是臣女从前糊涂，被人蒙骗，才落得那般境地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承安帮那个糊涂蛋，被外面的女人迷了心窍，放着正经嫡女不疼，偏疼个来路不明的私生女，迟早要栽跟头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有将军府在，没人能欺负得了你。免礼。那日侯府接旨的事我已经听说了，是臣女管教不严，让下人失了规矩，扰了殿下清静。不，圣旨上写的是你的名字，本就是你的婚约。旁人越补代袍，是他不懂规矩，与你无关。我今日来，只是想告诉你，父皇亲赐的婚约不会轻易更改。太子妃的位置，只有圣旨上写的人能坐。旁人想抢，也要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命。原来上辈子他废了婚约，不是因为程若比我好，而是因为承安帮构陷我失了贞洁。他从始至终都在维护圣旨。小姐，太好了，太子殿下都亲口说了，程若不可能顶替您了，以后京中再也没人敢嚼舌根了。别放松警惕，承安帮和那个女人费了这么大心思，绝不会因为这一次挫败就收手。承安帮，接下来该算算母亲嫁妆的招。舅舅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夏儿，贵妃娘娘传信，程若那个小人今日从长公主府出来后，直奔皇后宫，哭天喊地告你的御状。他说我什么？说你仗着将军府和贵妃的事欺辱庶姐，甚至连皇后都不放在眼里。母亲当年果然是发现了什么，才会被杜宁和承安帮害死的。舅舅，我要回一趟侯府。不行，侯府现在就是龙潭虎穴，承安帮和那个杜宁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你回去太危险，想要什么舅舅带人去抢回来。燕儿，不可冒险啊！外公，舅舅，这不是拿东西那么简单。母亲的陪嫁账本、私印都在那里，母亲心思缜密，定会在旧院留下线索。而且我要去拿回她的嫁妆。按大齐律法，原配正妻的嫁妆只能由嫡女继承，侯府无权扣押。我不是硬闯，我会名正言顺的回去。承安帮就算再疯，也不敢在将军府侍卫面前公开违背律法对我动手。好，陈烈，招50名精锐，护送谢儿回府。是。小
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本小姐回自己家，你慌什么？还是说父亲下了令，不许我这个侯府嫡女进门？不敢，小的这就去通报侯爷。闭了，这是我的家，我想去哪就去哪。母亲去世后，承安帮就封了这个院子，说是不忍睹物思人，其实是心虚。开门，守中院门，任何人不许闯入。母亲，小姐，您看这抽屉。承安帮深夜会见蒙面女子，转移财产，怀疑当年山贼与她有关。此女腰间有蛇形玉佩，来路不明。若我遭遇无策，定是此二人所为。原来母亲你什么都知道。逆女，谁让你进来的？父亲，您看妹妹，她带着这么多人擅闯夫人的旧院，这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。我回自己母亲的房子有什么不对？倒是父亲，我母亲的陪嫁12间铺子、1000亩良田、无数珍宝，如今都去了哪里？你母亲的嫁妆自然都给你留着，你现在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赶紧滚出侯府！按大齐律法，原配嫁妆只能由嫡女继承。父亲扣押嫁妆，任由外人挥霍，就不怕被人掺上一本，丢了这安定侯的爵位？逆女！父亲不妨试试，我身后这些将军府的侍卫，会不会让你动我一根手指头？父亲，镇国大将军刚打胜仗回京，您这有名无实的侯爷，惹得起吗？蛇形玉佩，那个蒙面女子，还有父亲这院子里什么时候多了来路不明的外人？外男外女不得随意出入内院，父亲连规矩都忘了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这里没有外人。父亲既然说嫁妆留着，那我就给您3天时间，3天之内把我母亲的账本、田契、珍宝全都送到将军府，少一样我就去大理寺告您侵占嫡女嫁妆。你敢？到那时候，父亲可别怪我不念父女情分。春枝，我们走。小姐，您太厉害了，刚才侯爷脸都绿了，这下咱们有证据了。手札只写了蛇形玉佩，却没写那女人的真实身份。承安帮敢深夜传递书信到边境，那地方正与蛇国对峙。好一个承安帮！我姐姐的死绝对和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书信传往边境，正是蛇国余孽自虐之地。那女人的玉佩我见过。果然是一对。这是蛇国皇室信物，成对的蛇形玉佩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在母亲遗物里？蛇国与大齐是世者，按律法，凡发现蛇国奸细，格杀勿论，私通者株连九族。母亲被掳救回，手里攥着这块玉佩，我们怕有人污蔑她是奸细，才瞒着你藏在遗物里。这逆女不是我的亲生骨肉。我明白了，上辈子承安帮洗脑我，是为了让我和母家反目，好保护蛇国奸细。他怀疑我的血脉，也是那女子编造的谎言。他们不是想利用侯府颠覆大齐吗？那我就让这侯府成为他们2人的葬身之地。当年掳走我母亲的山贼，就是蛇国的人。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安排的。十有八九，那个山贼头目一直关在城外俘虏营。虽然我们审了多年无果，但有了这块玉佩，不信敲不开他的嘴。舅舅，我要去俘虏营，我要亲自问他是谁害死了我母亲。不行，那里满是穷凶极恶的死囚，太危险。外公，我必须去，这是查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唯一机会，我一定要让害死他的人血债血偿。而且这不是侯府内宅所事，这是通敌叛国，如果不尽快拿到证据，整个大齐都将陷入危机。好，外公陪你一起去。仙儿，审出来了，下毒的是蛇国公主派来的奸细，杀人灭口。蛇国公主果然心狠手辣，京城脚下竟敢派人潜入俘虏营，真当我们将军府是摆设吗？舅舅，别生气，他越着急就越证明他心里有鬼。现在我们抓住了他的人，有了玉佩和手札，证据链已经齐了。走，去俘虏营，必须赶在他下一次动手前，从山贼头目嘴里
撬出全部的真相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这里就是当年我母亲被掳走的地方。前世陈安邦骗我说沈贵妃就在这里毁了母亲清白，让我恨了姨母10几年。仙儿放心，当年是舅舅没护好你娘，这一世舅舅绝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有埋伏，保护小姐！怎么回事？舅老爷，这群人身手狠辣，直冲马车过来了。是那个女子，她坐不住了，想直接灭了我的口。来得好，倒要看看蛇国的奸细有多大本事。仙儿别怕，有外公在，没人能伤得了你。外公，我也不是以前的程县了。解决了，一共12个，都是蛇国奸细。抓到活口吗？嘴里藏了毒，抓到的都服毒自尽了，只来得及扣下1个。为了杀我，连潜伏多年的死士都用上了。他越是着急，露出的马脚就越多。走，去俘虏营。既然这么怕，那我就非要让真相见见光。将军，就是他，梁维。沈玉的女儿。是我，梁维。当年为什么要抓走我母亲？是谁指使你泼她脏水，毁她清白？沈玉，那当年可是个大美人啊，细皮嫩肉的，可信了。最后，就是，你最好实话实说，不然我一刀一刀剐了你，杀了我啊！老子早就活够了，杀了我，当年的真相你就永远别想知道。舅舅，别冲动。我知道你这种人不怕死，更不怕死。知道就好，老子什么都不会说。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还有退路，或者说你觉得那个女人会保你。梁维，看清楚了，这是谁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听不懂，这玉佩我没见过。没见过。另一块玉佩，蛇头朝向和你这块正好相反。我见过带着它的人，就在安定侯府。阿宁还活着，我不认识什么阿宁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用急着否认，我今天来只是告诉你，杜宁这些年躲在侯府，当着女主人吃香的喝辣的，早就把你忘了。你以为他为什么不救你？因为你只是个替他背黑锅的弃子。就在昨天，他还派人来给你下毒灭口，永绝后患。你胡说！阿宁答应过我，等事成了就带我回蛇国过好日子。好日子？他现在是侯爷心尖。他的女儿程若马上就要顶替我嫁入东宫当太子妃了，他巴不得你赶紧死在牢里，永远保守这个秘密。谁会记得你这个关在泥潭里的废人？舅舅，我们走。既然他想替那个女人守密，我们也不必勉强，反正证据已经够了，他跑不了。你站住！你回来！我全说，是杜宁，是他指使我干的。所有的事儿，从掳走沈玉到泼脏水，都是他亲手策划的。他骗了我，我为他杀了那么多人，最后他竟然要杀我灭口！这个毒妇！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说清楚，若无半句虚言，我可以保你一条命。杜宁是蛇国皇室的公主，当年战败，她奉命潜入大齐，任务就是窃取军情，而我是她的护卫。不许碰沈玉一根手指头，只要关他1天1夜，凝结毁了，他就死定了。凝结就是他的命，只要他消失1天，程安邦那种多疑的人绝不会再信。原来娘是清白，还没有受过半点折辱。程安邦，你这个混账，竟然逼死了他！为了一个毒妇，他竟然连亲生骨肉都不要了。肉，他就是个傻子。程若根本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那是我和阿宁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杜宁怕秘密泄露，一直给他洗脑，说你才是野种，让他把所有的藤案都给程若。这些年，他利用程安帮传递军情，收买官员，让程若顶替你嫁入东宫，是为了把手伸进皇家，彻底掌控大齐。这是他当年写给我的信，还有他和蛇国皇室联系的密信，都在这里。这字迹和母亲手札里提到的程安邦偷偷传递的书信一模一样，铁证如山。杜宁、程安邦，你们通敌叛国的日子到头了。通敌叛国，罪该万死！我这就进宫呈给圣上，我要看看程安邦还有什么话说。外公，等等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仙儿，铁证在手，直接呈给圣上，立刻就能把他们抓起来，为什么还要等？程安邦只是棋子，
杜宁在京城潜伏多年，一定有同党和暗道。现在打草惊蛇，只会让那些人跑掉。杜宁此人藏得极深，他从未踏入侯府半步，更无半分名分。京中除了成安帮的心腹，根本没人知道他的存在。他不在侯府，他住在京郊别院。程若被抱回侯府时，成安帮对外称是先母允许纳的良妾所出。杜宁从不在人前露面，但每月15，他都会乔装成送菜仆妇，从最偏僻的后门溜进侯府，在书房与成安帮私会1个时辰。后天就是15，我们不如就等15那天来个瓮中捉鳖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而且我们此时上奏，成安帮为了自保，并会把所有罪责推到杜宁身上。杜宁潜伏10几年，手里握着蛇国在大齐的整个奸细网，一旦打草惊蛇，让他逃回蛇国，我们不仅报不了仇，还会放虎归山，给大齐留下无穷后患。仙儿说的对，是外公急躁了，斩草要除根，绝不能给这个蛇国毒妇半分逃跑的机会。好，那就等15那天继府私会时，我们来个瓮中捉鳖，人赃并获。我这就调集千兵精锐，到时把侯府围得水泄不通，连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。小姐，京城里又传疯了。这次他们说您为了抢嫁妆，不惜污蔑亲爹，还拿夫人的遗物做文章，说您不孝不悌，简直是白眼狼。不孝不悌，为了抢嫁妆污蔑生父，肯定是侯府那边放出的风声。他们怎么能这么颠倒黑白？意料之中，成安帮被我扣住了钱袋子，又被戳中了通敌的痛脚。除了用这些下三滥的流言毁我名声，逼我收手，他还能有什么本事？上辈子我就是被这些谣言逼进死胡同，最后成了弃子。这辈子这招对我没用了。去查查京城里哪些酒楼茶肆跳得最欢，带头的泼皮是谁？既然他想玩流言，我就让他看看什么叫自掘坟墓。报，小姐，宫里来人了。殿下让奴才给程小姐带个话。殿下说了，京中闲话不必放在心上，父皇亲赐的婚约既定，便绝无更改。臣女谢过殿下。小姐，太子殿下这是摆明了给您撑腰。那个程若还想抢位置，真是白日做梦。上辈子我以为他偏信程若，现在才知道他心里透亮的。逆女强闯侯府，惊扰先母，不孝之极。那程县性情骄横，反倒是那程若温柔贤淑，更合东宫之选。混账透顶！成安帮竟然去御史台告你不孝，那个皇后也拎不清，竟在皇上面前吹枕边风，要把这太子妃的名头换给程若。皇后这是想借刀杀人，明知程若冒名皆只是欺君，还敢替他说话，摆明是冲着将军府来的。外公，舅舅别气，皇上最后怎么说？皇上虽没降罪，但也让我在府里约束你，不许再闹得满城风雨。不过皇上勒定成安帮必须在3日内将你母亲的嫁妆全数归还。3日？他拿什么还？下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些年母亲的嫁妆早被他挪用的七七八八，杜宁住的别院养的私兵，还有程若这些年的挥霍，用的全是母亲的血汗钱。皇上的旨意他不敢违抗，可空了的库房他变不出来。这一局他不仅是搬起石头砸脚，还得把自己的脚砸个稀烂。让他在京城继续闹吧，闹得越大，到时候看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怎么下台。见过大小姐，侯爷今日身子不适，特让小的把夫人的嫁妆送过来，还请大小姐清点。身子不适，我看他是心虚的不敢见人。春枝，开箱，按清单核对。小姐不对，送来的这些连1/3都不到，全是些不值钱的摆件。夫人当年12间铺子的地契，千亩良田的田契全没见着，连陪嫁账本和将军府给夫人的私印，也连影子都没见着。就这些。回大小姐，就这些了。夫人的东西侯府都好好收着，全在这儿了。是吗？我母亲当年10里红妆，光珍宝首饰就有36箱，如今你抬8箱破烂来糊弄我。铺子呢？田契呢？账本和私印呢？大小姐饶命，这都是侯爷吩咐的，小的只是个办事的，小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回去告诉成安帮，3日之内把我母亲所有的嫁妆一分不少的送到将军府，少一样我就拿着这份清单去大理寺告他侵占嫡女嫁妆。到时候看他这安定侯爷的爵位保不保得住，看他脖子上那颗脑袋能不能保得住。是，小的这就去传话，快抬走。成安帮，既然你舍不得钱，那我就让你用命来抵。小姐，成安帮摆明了是耍无赖，夫人的嫁妆肯定都落到杜宁和程若手里了。他耍无赖，我就给他来硬的。舅舅，帮我查清楚，我母亲陪嫁的12间铺子现在都在谁名下？还有京郊新置的那几处别院，户主是谁？放心，天黑之前一定给你查个底调。查清楚了，你母亲的12间铺子有8间都被偷转到了一个叫阿宁的女人名下，还有京郊那处临水别院，户主也是她。那处别院守卫极严，里面养了不少身手狠辣的私兵，
我们的人差点被发现。果然，母亲的血汗钱都成了这毒妇养兵的金资。舅舅，这别院也要布上人。15那天，我要2头堵，让杜宁插翅难飞。派去俘虏营的人音信全无，梁维那废人硬找林承宪，比我想象中聪明。传信给成安帮，15会面取消，我要立刻动身回蛇国。走，你要走？这些年我帮你传递军情，拉拢百官，我手里全是不干净的脏事。你一走，我估计情分落空，一旦罪行暴露，我必死无疑。杜宁，你不能走，你绝对不能走！正主进去了，通知小姐。按卫报，成安帮在别院待了整整2个时辰，终于劝动了杜宁。他答应15那天照常回侯府私会商量对策，暂时不逃了。太好了，只要他肯露面，咱们正好一网打尽。不对，哪里不对？杜宁这种人绝不会因为成安帮的3言2语就放弃逃命。他答应去侯府，一定有诈。难道他想借着会面对咱们下手？不，他是想金蝉脱壳。他答应去侯府，只是为了把咱们的人手都吸引过去，让咱们以为他在侯府。实际上，他会趁虚而入，从别院的密道溜走，直接逃出京城。成安帮不过是他扔出来的幌子罢了。这个毒妇心思竟然狠毒至此！仙儿，咱们现在直接围了别院抓人。不必，既然他想玩调虎离山，我们就给他演一出将计就计。明面上我们按他的预期调集重兵围困侯府，让他以为我们中计；暗地里在别院密道的每个出口布下天罗地网。他不是想跑吗？我要让他在以为重获新生的一瞬间，彻底掉进深渊。好主意，就这么办！我这就去重新布防，保证让他插翅难飞。还有2天，成安帮、杜宁，你们的黄泉路我给你们修好。姐姐，我有罪，我来给姐姐赔罪了，求姐姐见我一面。在这候着吧。小姐，程若在门外跪着呢，哭着说要给您赔罪，还说有天大的秘密要告诉您。小姐，您别见他，那贱人一肚子坏腚，肯定是杜宁派他来探口风的。程若这种眼高于顶的人，肯跪在咱们府前，看来成安帮和杜宁是真的慌了。让他进来，我倒要看看这戏他准备怎么演。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。原谅你？你是指抢我身份，还是指待我接圣旨？我不该和你争太子妃，不该处处作对，可我也是被逼的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哦，谁逼你了？是父亲，还是另有其人？姐姐，这里人多眼杂，我能不能单独和你说？我有一个天大的秘密要告诉你，关于父亲。你们都退下。小姐，无妨，就在这门口守着。现在可以说了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，能让你不惜丢了脸面来求我？妹妹，父亲他和一个神秘女人有勾结，那女人每月15都来侯府，我见过她，长得特别吓人，灰蓝色的眼睛，还有很多毒药。这些年都是他逼我跟你作对，逼我抢你身份，不然他就要杀了我灭口。你说什么？父亲竟然在外面养了外室，还有这种事？是真的，妹妹，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！我也是怕父亲被那个女人骗了才敢告诉你的。妹妹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，不然那个女人一定会杀了我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自有分寸，你回去吧。我本来就只想拿回我母亲的嫁妆，不想管她这些乱七八糟的私事。只要她把嫁妆全数还给我，以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妹妹大度，我这就回去劝父亲。小姐，这个贱人摆明是来探口风的，她那瞎话编得漏洞百出，你怎么就这么放她走了？不放她走，怎么让她回去报信？她把我的话传回去，杜宁和成安帮才会以为我只盯着那点钱，从而放松警惕。明天就是15，程若，谢谢你替我送这份安心礼，明晚的侯府会很热闹。明天便是他们的死期。报告将军，领头的是杜宁，他们没进城，往后山密道去了。杜宁公主等你很久了，想逃回蛇国，我看你是痴心妄想。沈炼，
杀出去！沈烈，你敢抓我？我是蛇国的公主，杀了我，蛇国大军定会踏平你大齐边境。一个潜入我大齐，意图颠覆江山的卑劣奸细，也敢叫嚣？能把你交给圣上凌迟处死，都算是便宜你了。你们搜剿别院，清查余孽。剩下的随我押送这毒妇回京，咱们去会会那位勾结外敌的安定侯，接谢儿回家。怎么还没消息？这个时候应该到了。只要阿宁逃出去，我就还有一线生机。只要我不承认，谁也拿不住我的把柄。侯爷，大小姐带人闯进来了，直奔书房。他又来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拦出去，不许他进来！父亲，别来无恙啊！逆女，你3番2次带人闯家，眼里还有没有纲常法度？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嫁妆，我是来抓通敌叛国的奸细。逆女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通敌叛国的奸细？侯府里清清白白，哪里来的奸细？我看你是疯了！父亲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吗？你藏在京郊临水别院的那个杜宁蛇国公主，潜伏在大齐10几年的奸细，你敢说你不认识？什么杜宁？我不认识。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为了污蔑我，你竟然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，是吗？陈安邦，你看看这是谁？心心念念的美人，蛇国奸细杜宁，我们已经抓到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阿宁，怎么会？你怎么会被抓？现在，父亲还想说您不认识他吗？陈安邦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这个好女儿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斩草要除根，你非要留着那个小贱人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全完了。谢儿，你早就查到了，对不对？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们。算计？父亲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？当年杜宁设计掳走我母亲，毁她名声，害她含恨而终。你不仅不报仇，反而和杀妻仇人厮混，帮她传递军情，通敌叛国。你纵容她的女儿，顶替我嫡女的身份，谋夺我的婚约，甚至想让我重蹈母亲覆辙。我今日所做，不过是替母报仇，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这里有梁维的供词，有杜宁写给蛇国皇室的密信，有你挪用我母亲嫁妆，还有你这些年帮她传递边境军情的证据，铁证如山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些年，你真的只是在利用我。陈安邦，事到如今，我不瞒你了，我接近你，从来不是因为爱你，不过是看中了你安定侯的身份好办事罢了。你在我眼里，不过只是一颗好用的棋子。棋子？这些年的情分难道都是假的？你说过你会一辈子陪着我的。情分？若不是看中你手里的权力，你以为我会多看你一眼？一个连自己发妻和亲生女儿都能辜负的男人，也配和我谈情分？我这一辈子究竟为了什么？咎由自取。若不是他宠妾灭妻，通敌叛国，何至于此？把陈安邦绑了，和杜宁关在一起，守住书房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走。娘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那是我娘，你们不能抓她！你胡说什么？谁是你娘？赶紧滚出去！娘，我不能让你被他们抓走，要死我们一起死！事到如今，你们还要装吗？程若，你根本不是陈安邦的女儿，你是杜宁和梁维的孩子，你是蛇国的余孽。你胡说！我是父亲的女儿，我是侯府的嫡女，你才是野种，你是山贼的女儿，是吗？这印记是蛇国皇室子弟出生时便要刺上，梁维的胳膊上也有这一个。若你是陈安邦的女儿，身上怎会有蛇国皇室的专属印记？护身印记，娘说这是我的护身符。阿宁，他说的是真的，若儿不是我的女儿。宠了10几年，护了10几年，竟然是杀妻仇人的孽种！舅舅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们进宫。一个陈安邦，好一个蛇国奸细，朕待他不薄，给了他安定侯的爵位，他竟然敢私通敌国，帮蛇国奸细传递军情，意图颠覆我大齐江山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圣上，杜宁作为蛇国公主，在京城潜伏10几年，拉拢了不少朝堂官员，如今人赃并获，恳请圣上下令彻查所有涉案人员，永绝后患。即旨。
禁军出动，查封安定侯府。第一道圣旨，将成安帮杜宁、程若打入天牢，严加审讯。第二道圣旨，查封安定侯府，凡有牵扯者一律拿下。第三道圣旨，彻查官员私通蛇国者，一律革职查办，株连九族。小姐，一夜之间10几位官员被抄家下狱，那些奸细全完了。母亲，您看到了，您的清白回来了，这侯府也该散了。仙儿，仙儿，爹错了，爹错了，爹知道错了。父亲，别来无恙。仙儿，爹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娘。爹是被鬼迷了心窍，被杜宁那个毒妇骗了。爹求你，看在父女一场的情分上，救救爹好不好？爹不想死，爹给你磕头了。父女一场的情分，在你纵容杜宁害死我母亲时，你怎么不想想情分？在你让程若顶替我嫡女身份，妄想谋夺婚约时，你怎么不想想情分？最重要的是，在你给我下药，想要把我送上陌生男人的床，构陷我失贞，害我被刺死，挫骨扬灰的时候，你的父女情分在哪里？那些事，你的对不起，我不接受。你欠我母亲的，欠我的，都该用命来还。你有什么话，到了地下亲自跟我母亲说吧。仙儿，我是你亲生父亲，你不能走！救救我！救救我啊！小姐，了结了吗？了结了。母亲，这一次我们真的自由。杜宁身为蛇国公主，策划颠覆江山，谋害命官家眷，判斩首示众。程安邦私通敌国，包庇逆党，判斩首示众，抄没家产，夺其爵位。程若蛇国余孽助纣为虐，同谋欺君，判斩首示众。小姐，行刑的时辰快到了，上辈子的血海深仇，终于要了结了。程宪，你这个贱人，是你害了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，我一定要拉着你一起下地狱。时辰已到，行刑！母亲，您看到了吗？害您的人都已经伏法了，您的宪儿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的懦弱小姑娘了。宪儿，都结束了，以后有外公和舅舅在，再也没人能欺负你了。都过去了。程小姐，殿下让奴才给您带话，宫里已经准备好了大婚事宜，只等小姐点头就可以定下吉日了。仙儿，是的，那些黑暗和痛苦都已经过去了。小姐，不对，内务府超出的田产铺子只有夫人当年陪嫁的1/3，剩下的呢？剩下的8间铺子和500亩良田，全被程安邦在这10几年里陆续送给了勾结的官员和程家族人。如今那些官员咬定是程安邦自愿赠与，死活不肯归还，连内务府也拿他们没办法。不还，他们怕是忘了，我母亲的嫁妆是婚前私产，按大齐律法，程安邦也无权私自处置。这群蛀虫敢吞我姐姐的遗产，宪儿，我这就带人把他们的家给抄了，看他们吐不吐出来。舅舅，不必硬抢。这些人里有几个当年收过杜宁的密信，侥幸逃过了一劫。我们借追讨嫁妆的由头再查一波，既能拿回东西，又能清了余孽，一举两得。还是宪儿想得周全，斩草就得除根。小姐，宫里皇后来帖，请小姐3日后赴御花园赏花宴。小姐，这宴去不得。皇后以前就处处帮着程若，跟咱们将军府作对，这摆明了是鸿门宴，想找您的麻烦，搅黄您和太子的婚约。皇后和姨母斗了10几年，视将军府为眼中钉，程若没了，她自然要亲自动手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要去。可那是皇后的地盘，我要让她知道，程家倒了，我程宪不仅没碎，反而更硬了。去准备那件母亲留下的云锦华服，我不仅要去，还要在那场宴会上把那几个赖账官员的嘴一个一个撕开。是，小姐。程小姐，殿下说了，皇后娘娘的赏花宴您只管去，有殿下在，没人能委屈了您。臣女谢过殿下美意。小姐，太好了，殿下这是把东宫的脸面都给您带在身上了。上辈子他与我死生不相见，这辈子他却成了我最大的定数。报，
程安业在流放途中买通官差，已潜回京城，现藏在张御史府中。混账！他竟敢私逃回京，还到处造谣说宪儿弑父逼亲，不孝不悌。我现在就带兵去张府抓人，送他去见大理寺。外公且慢，程安业一个亡命徒，若没人撑腰，怎敢在张御史府久留？你是说皇后？十有八九，他想借这把火烧了我的婚约。咱们若现在抓人，便是打草惊蛇，不如顺着他的戏，看他到底想怎么演。听说了吗？那程大小姐逼死生父，真是心狠。嘘，人来了。臣女沈宪见过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，臣女是圣上亲封的太子妃，按大齐礼制，您身为皇后，当以国礼相待。您如今让臣女长跪不起，是无视圣上的旨意，还是对东宫太子有不满？起来吧，本宫不过是看你礼数周全，多看了两眼。谢过皇后娘娘。倒是个牙尖嘴利的。程小姐，本宫听说你生父程安邦通敌叛国被斩，你不仅无悲戚之色，竟还亲自去观刑，甚至还要改随母姓，不认祖宗，如此不孝不义，心狠手辣，如何能担得起太子妃的重任？未来又如何母仪天下？是啊，生父再有错也是生父，如此凉薄，实在不妥。连父亲都能构陷，这样的人怎配得上太子殿下？皇后娘娘，臣女敢问，程安邦通敌叛国，泄露军情，险些害我大齐边境失守，将士枉死，这是忠吗？他宠妾灭妻，纵容杀妻仇人，害死发妻，苛待嫡女，这是义吗？他欺君罔上，纵容私生女，顶替圣赐婚约，这是敬吗？如此不忠不义不敬之人，已被圣上废除爵位，逐出宗族。他不仅不是臣女的父亲，更是大齐的罪人。倒是皇后娘娘为一个通敌叛国的逆贼鸣不平，公然质疑圣上的判决，您到底是何用意？你想拿孝字压我？放肆成仙！你竟敢血口喷人，污蔑本宫！臣女不敢，臣女只是就事论事。程安邦罪名乃圣上钦定，铁证如山。娘娘若非要拿他的事指责臣女不孝，那便是在质疑圣上。你这个，我看仙儿说的极有道理。程安邦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逆贼，仙儿明是非，断因果，何来不孝一说？皇后怕是忘了，当年仙儿的生母沈玉是我最好的姐妹。程安邦勾结毒妇，害死发妻，甚至差点害死仙儿。这些事京城谁人不知？换作是我，亲手报仇都不为过。姐姐说的是，皇后娘娘身居后宫，怕是被外面的流言蒙骗了。宪儿有勇有谋，帮朝廷揪出奸细网络，立下奇功。圣上多次夸赞，这样的孩子怎么就不配当太子妃了？本宫也是为了皇家名声着想。太子殿下到。殿下。都免礼吧，本宫今日过来，只为宣布一件事。程宪是父皇亲赐的太子妃，也是我玄义认定的妻子。以后谁再敢散播谣言，恶意中伤，便是与我东宫为敌，与父皇圣旨为敌。今日委屈你了。多谢殿下及时出手相助，有您在，臣女不委屈。宪儿，你不必和我这么见外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护着你，本就是本宫应该做的。殿下，上辈子我以为他冷酷无情，直到重生才知道，他从未让我孤身一人。报，程安业动了，他秘密会见了魏国公府的家仆，拿了一大笔现银，正雇佣泼皮散播谣言，甚至还勾结了蛇国余孽，准备绑架刺杀小姐。又是魏国公府，这群狗贼仗着皇后的事，竟然敢勾结流放罪贼，对仙儿下手。我这就去请旨，把张御史府给抄了，把程安业这畜生抓回来。舅舅，外公，别急，现在抓他只能定个私藏逃犯的小罪。我们要的是魏国公府和蛇国通敌的实据。既然他们想让我死，那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杀我的机会。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？程安业造谣我弑父克夫，又想在相国寺设伏，我们便顺着他的意。3日后我去上香，他定会倾巢而出。到时候我们要的不仅是他的命，还有他手里那封魏国公府指使他的买命钱收据。好，
这次我们要一次性翻了魏国公府的底，看到皇后还拿什么母仪天下？那程家女克死了亲爹，谁娶谁倒霉。小姐，相国寺地势险峻，真的要去冒险吗？程安夜以为他在猎杀我，却不知我已经把他的坟头都选好。春枝，去传话给舅舅，让他带上那对擅长临战的精锐。程安夜，既然你自寻死路，那我就送你这一程。杀了程宪，为杜宁公主报仇！小姐快躲！别怕，都安排好了。蛇国余孽还敢在此放肆，全部拿下！反抗者格杀勿论！二叔，好久不见。程宪，你这个贱人！是你害了程家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害了程家的是程安邦的贪婪与卖国，你私逃回京，造谣生事，勾结外敌刺杀准太子妃，这些罪够你死10次了。带回去，务必审出魏国公府指使他的所有证据。我说，魏国公府只是配合。配合什么？蛇国派了新的使者入京，他们的目标不是你，是太子玄义。你说什么？大婚，他们要在大婚典礼上刺杀太子，杀了太子，大齐必乱，大军就能。好阴毒的计策，不仅要报仇，还要断了大齐的根。现儿大婚就在2日后，这使者是谁，藏在哪儿，咱们还一无所知。他们既然要在大婚上动手，就必然会有内应。皇后、魏国公府，他们已经不只是贪心了，他们是在拿祖宗江山换富贵。蛇国这是贼心不死，趁着大婚刺杀楚军，简直胆大包天。仙儿，我这就上奏圣上，全城戒严，哪怕是把地皮掀了，也要把那群狗贼揪出来。舅舅，不行！蛇国奸细既然敢来，定有万全藏身之所。贸然搜捕，只会打草惊蛇，逼他们提前动手，那才是真正的防不胜防。你说怎么办？大婚在即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不如我们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照常丑闻，表面歌舞升平，暗里联手东宫。盯着边境过来的所有商队，我要让他们在最得意的一刻自投罗网。仙儿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到惊吓？臣女没事，谢殿下关心。倒是殿下，您是他们的主要目标，万万要多加小心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老将军，仙儿所虑极是，我已经调动东宫所有暗卫，全城布控，凡是从边境入京的生面孔都在监视之下。大婚之前，我一定会把所有蛇国奸细全部揪出来，定会护你一世周全。好。大婚，只要那一纸圣旨废了，本宫看他们还拿什么在大婚上设伏。将军府和东宫既然在盯着边境，那咱们就从朝堂给他们来个釜底抽薪。圣上，程宪生辰八字极硬，与太子玄耀五行相克，若强行成婚，恐致国祚不稳，边境必起战火。圣上，程宪乃逆贼程安邦之女，血脉本就不净，如今又被算出克夫克国，绝不可入主东宫。老臣举荐嫡女魏灵，她八字与太子天作之合，方能保我大齐万年。荒谬！荒谬！小姐，不好了！青天剑说您八字克太子，还说您克国。魏国公正逼着皇上取消婚约呢。八字克国，皇后这招真是又蠢又毒。备车，进宫。仙儿，朝堂上的事我会压下去，你不该现在来。殿下，这是我的事，我必须亲自去说。好，我陪你一起。
仙儿，钦天监掌管国运推演，朕也容不得江山社稷有半点马虎。臣女今日前来，只求圣上一句准话。钦天监说臣女八字克国，您信吗？钦天监言之凿凿，朕女敢问圣上，大齐的江山国祚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圣上英明神武，靠的是边境万千将士浴血奋战，靠的是千万百姓安居乐业，还是靠一个弱女子的生辰八字？监正说臣女克国，可臣女亲手揪出潜伏10几年的奸细网，端了叛国逆贼，保住边境万千将士的性命，这难道也是克国？我为母洗冤，为国除奸，忠孝两全。倒是这位监正，仅凭几句推演，就敢妄议国祚，干涉圣心。敢问圣上，他背后究竟是谁在指使？父皇，儿臣只认程县一人为妻，儿臣不信八字，只信他的忠勇。若父皇因这几句妖言取消婚约，不仅寒了儿臣的心，也寒了将军府，寒了边境万千将士的心。说，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？圣上饶命！圣上饶命啊！带下去，大理寺严审，给朕查个底儿落。是皇后，是魏国公给的银子，我都签了，我都说了，是皇后，是魏国公。圣上有旨，钦天监监正革职查办。皇后魏氏处事不周，收回凤印，闭门思过。魏国公府罚俸3年，以儆效尤。仙儿，朕没看错你，这大齐的太子妃非你莫属。定大婚吉日就在1个月后。皇后的算盘落空了。不仅是落空了，从今往后，这宫里再也没人能阻碍我们的路。宪儿，你母亲出嫁时便是我筹办的，这一转眼，她的女儿也要嫁了。姨母一定给你办一个全京城最风风光光的大婚，让那些人看看咱们沈家的女儿有多金贵。多谢姨母，能有您在身边，宪儿知足了。上辈子我被程安邦蒙骗，恨了他10几年，这辈子我定要好好尽孝。小姐快看，追回来的嫁妆加上老将军和舅老爷添的，光铺子就有30多间，这10里红妆比公主出嫁还要丰厚。这些本就是我的，上辈子被人抢走的，这辈子我都要一件件拿回。这内衬的缝合，我怎么觉得有些厚重？哎呦，程小姐，这礼服还没缝完呢，细节还需精修。您现在看，怕是看不明白。我是太子妃，看一眼自己的礼服也不成？哪能啊？是怕这些碎线头冲撞了您。您先请回，过2日奴婢定亲自送去将军府。春枝，走。小姐，打听清楚了，那个管事果然有诈。说，他在凤冠霞帔的内衬里密密麻麻缝了无数涂过剧毒的细针。大婚当天，只要您穿上衣服，针就会扎进皮肤，不出3个时辰就会毒发身亡。好一个皇后，收了凤印还不死心，竟敢在大婚当日动这种阴毒心思。小姐，咱们赶紧上报圣上，把那管事抓起来审啊！不急，现在抓他，皇后只会说自己管教不严，顶多是个失察之罪，伤不到她筋骨。既然她想玩，我就陪她玩到底，让她彻底翻不了身。本宫相信你们的手艺，只是这凤冠霞帔万万不能出半点差错，尤其是这内衬针脚一定要平整，若有半点凸起，穿着可不吉利。大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办得妥妥帖帖。拿下！圣上有旨，内务府管事谋害储君妃，处凌迟之刑。皇后魏氏阴毒残忍，废其后位，打入冷宫，终生不得出。魏国公府抄家流放，全族夺爵。圣上体恤程小姐受惊，特旨大婚之日，准以皇后仪仗出嫁。小姐，您听到了吗？皇后仪仗，全京城独一份的尊荣啊！小姐，大婚在即，您怎么反而闷闷不乐？我母亲一辈子困在程安邦给的虚名里，最后含恨而终。如今程氏已成了叛国逆族，我若还姓程，不仅对不起我母亲，也对不起沈家的庇护。小姐，您是想，程县这个名字带给我的只有痛苦和屈辱，
上辈子我带着这名字挫骨扬灰，我想改回母姓，认祖归宗，做回沈家的女儿。沈宪，外公、舅舅，我不愿再顶着那个逆贼的姓，我想改随母姓，认祖归宗。好啊！仙儿，你能想通，外公太高兴了。你母亲若在天有灵，定会欣慰她的女儿终于回家了。早就该这样了。以后你就是我沈烈的亲外甥女，是咱们沈家的沈宪。谁再敢提程家一个字，老子撕了他的嘴！臣女不愿以逆贼之姓为名，恳请圣上恩准，改随母姓，姓沈，名沈宪。你为母洗冤，为朝廷除奸，忠孝两全，朕准了，传旨。即日起归入沈家宗族，封安和县主，10亿500户，作为朕给你大婚的天庄。臣代沈县主谢父皇隆恩。2辈子了，程宪那个懦弱无能的影子，终于死在了过去。从今天起，我是沈宪。宪儿，不，现在该叫沈县主了。太好了，你终于彻底甩掉了那层晦气的枷锁。谢长公主厚爱。暗卫查到了，那蛇国使者伪装成药材商，藏在京城客栈。他买通了宫里的小太监，准备在大婚当天的和期酒里下毒。老子现在就带人去活剐了那帮畜生！舅舅，现在抓他，只能抓到一个使者。他背后那些残余奸细若不现身，大齐永无宁日。仙儿说的对，他们想在大婚动手，那我们就设局让他们全部露头。这一次，我要把蛇国在京城的所有残余全部清干净，给你一个安安稳稳的盛世大婚。上辈子我不明不白的死在花轿前，这辈子这大红地毯，我会踩着敌人的血走过去。县主这气色呀，可是比平时好了太多了。一脚福气长，二脚子孙旺，三脚扫去不吉与不祥。县主您看这模样，真是俊，明天定是全京城最美的新娘。太子殿下对咱们县主如此上心，以后入主东宫，定能和和美美一辈子。2辈子了，上辈子我怯懦卑微，到死都没穿上这身红衣，这辈子我终于等到了。下去吧。过来。夏儿，都安排好了。舅舅请讲。东宫和我们将军府的精锐已全线布控，从这儿到皇宫，沿途全是暗卫。宫里的御膳和金酒全都换成了我们的人。那个被蛇国奸细买通的小太监已经扣下了。客栈里的蛇国使者，还有那20个混进迎亲队伍的死士呢？盯着呢，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。只要他们明天一动手，就地格杀。仙儿，委屈你了。大婚这种日子，还要让你分心应付这些跳梁小丑。舅舅，我不委屈。上辈子我连大婚的机会都没有，甚至不知道这些阴谋。如今能有你们护着我，亲手了结这些孽缘，我已经很知足。县主，快把安神汤喝了，明儿个还得早起梳妆呢。您放心，绝不会出差错的。2辈子的时光，像是一场漫长的梦。程若、程安邦、杜宁，你们已经成了灰，而我沈宪的梦才刚刚开始。县主，这凤冠霞帔真是全京城独一份的尊贵。母亲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终于风风光光的嫁了，再也没人能欺负她了。县主，太子殿下亲自带队迎亲来了。仙儿，我来接你。起轿！
杀了太子，杀了沈宪，为蛇国报仇！全部拿下！仙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殿下，我没事，这一切都在我们预料之中。大婚继续，吉时不等人。漂亮小丑，这大红地毯注定要用你们的血来祭。一拜天地，这一刻竟然如此平静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2辈子的挣扎与执念，终于在这一拜中尘埃落定。太子妃娘娘，您终于熬出头了。是啊，都讨回来了。怎么哭了？受委屈了？没有，我是开心。仙儿，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的妻。我玄义此生绝不负你，护你一世周全，岁岁年年永不分离。好。这酒是甜的。重生这一遭，我要的从来不是单纯的复仇，我要的是母亲的清白，是属于我的公道，是堂堂正正的活出沈宪的样子。小姐，他们从今日起，东宫的规矩由我来定。我不理会你们以前是谁的人，进了这东宫，谁敢阳奉阴违，直接杖责发卖。娘娘新入主，怕是不熟事务，老奴伺候多年，不如先帮娘娘打理着，等您熟悉了再说。老奴愿意为李嬷嬷分担，替娘娘分忧。哦，李嬷嬷这么能干，那正好。昨日内务府送来的大婚账目，我还没空对，就麻烦李嬷嬷今日之内核对清楚。若有一笔差错，按规矩杖责20，罚俸3月。这奴婢遵命。这汤里加了太子最忌口的香菜，等下太子发怒，你就说是太子妃新安排的人做的。是嬷嬷，一个小丫头片子也想夺我的权，我让她今晚就失宠。殿下息怒，这汤是太子妃新提拔的张嬷嬷督办的，定是她备览疏忽，奴婢管教不周。你当本宫是傻子，还是当太子妃是瞎子？张嬷嬷今日下午一直被太子妃留在书房查账，何时去过小厨房？殿下饶命，老奴。李嬷嬷在东宫多年，老眼昏花，心思不正，拖下去杖责20，发卖宁古塔，永世不得入京。仙儿，有你在，我真的省心多了。这是我该做的，你在前朝安心处理政务，后宫的事交给我就好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娘娘，边境800里下棋，讲。蛇国大军撕毁停战协议，大举入侵，连破我边境3座城池，守将战死，如今正朝着云州城逼近。蛇国，杜宁虽然死了，可野心还在。小姐，这程明轩竟成了蛇国的大将军，他带兵南下，打的旗号竟然是诛杀妖妃沈宪。果然是斩草未除根，成了今日边境的祸害。他程家通敌在先，如今他投靠蛇国残害同胞，竟还有脸提报仇。朝堂上如何？出兵了吗？主和派说国库空虚，主张割地求和。主战派虽勇，却也怕粮草不济。父皇还在犹豫，不能求和，只会让蛇国得寸进尺。今日丢了3座城，明日丢的就是整个大齐。可粮草呢？将士们士气低落，拿什么打？粮草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我母亲留下的嫁妆，还有外公和舅舅的私产，全部拿出来充作军饷。仙儿，那可是沈姨娘留给你最后的念想，是你的底气。念想不重要，家和国才重要。大齐若亡了，我留着这些给谁看？太子妃沈氏
感念国难，愿捐出100万嫁妆充作军饷，助沈烈将军出征。好，沈家女儿果然有将门之风。拟旨封沈县为一品诰命夫人，赏黄金1万两，命沈烈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20万大军，明日出征。皇帝，你就不觉得沈家这位太子妃做得太过了吗？母后何出此言？县儿这是毁家疏男。毁家疏男，他用自己的嫁妆养活20万大军，那些将士只知有沈家，还知有皇家吗？沈烈手握重兵，沈县在后宫收买人心，若他们里应外合，皇帝，你这龙椅还坐得稳吗？太后简直是无理取闹！你捐出全部身家救国，她竟然污蔑你别有用心。舅舅为国征战半生，她竟敢质疑他有谋反之心。陛下息怒，太后此举并非针对于我，她是在担心皇权旁落。没有恶意，她分明是想借魏国公府之手控制兵权。如今看我们将军府势大，坐不住了。解铃还须系铃，殿下，既然太后怕我们手里有兵，那我们就主动交出一部分。说什么？兵权是国家根本，现在交兵权，不仅动摇军心，更是弃舅舅于死地。不是全部，主动上交是我们要给父皇的一个态度。只有父皇心安，大军才能出征，百姓才有福。父皇，儿臣深受皇恩，不敢私蓄重兵。这东宫3000禁军统领权，儿臣愿即刻交还父皇，亲自统领。圣上，沈家满门忠烈，舅舅此行只求杀敌报国，臣女在此立誓，若沈烈有半点谋反之心，我愿意以死谢罪。罢了，是朕糊涂，听信了旁人的谗言。传旨，沈烈统领20万大军如期出发。太后年事已高，即日起在慈宁宫潜心礼佛，无旨不得干涉朝政。臣沈烈定不负皇上重托，不负太子与县主期望，定要取那程明轩首级。舅舅，保重。仙儿，程明轩那小子又熟悉边境地形，你舅舅这一仗怕是难打。报，太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沈大元帅在云州境外误中程明轩埋伏，折损将士3万，如今被困在云州孤城。程明轩切断了所有补给路线，粮草仅够支撑3天。什么？圣上，云州被困，沈大将军粮草断绝，此时割地求和，还能换回3万将士的命啊！求和，求和！难道朕的大旗真的要靠卖地苟活吗？殿下，先喝碗汤歇歇。仙儿，都怪我没用，舅舅被困，云州若失，蛇国大军直逼京城，我却只能在这里看那群老东西吵架。殿下，绝对不能割地求和，我有办法能解云州之围。什么办法？程明轩虽然狡猾，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，蛇国国王根本不信任他。监军耶律洪名为辅佐，实为监视。我们可以伪造一封程明轩通敌求赦的密信，故意让耶律洪截获。耶律洪多疑，如何能让他信？当年杜宁潜伏，留下了蛇国皇室的密信暗号。我能模仿程明轩的字迹，用蛇国的暗号写。这种暗号连耶律洪自己都看不出，越是晦涩，他越会信以为真。程明轩，口口声声说效忠，背地里却要求大齐恢复你程家的爵位，事实无限，我从未写过这封信。这暗号是皇室秘传，大齐人怎会知晓？看你这头狼是养不出了！敌营之乱，将士们杀出去！好一个沈烈，好一个巾帼沈县！报，沈大将军虽然解围，但耶律洪并未退兵，他已收拢程明轩残部，并向蛇国国王求援，号称要与大齐决一死战。耶律程明轩更难对付。既然他想决战，那我就让这一战成为蛇国的灭国之战。圣上，京城禁军已是最后防线，若调去增援云州，皇城将空啊！难道天要亡我大齐？小姐，沈将军急信，蛇国耶律洪联络了漠北游牧部落，欲在3日后3路夹击云州。不能等了。仙儿，我刚从父皇那回来，无兵可派，云州怕是保不住了。殿下，还有兵。兵在哪儿？就在那几大游牧部落里。他们虽为蛇国所诱，却也是为了利。只要我亲自去，便能翻盘。不行，边境是大漠，蛇国巡逻队无处不在，你一个女子只身涉险，绝对不行。殿下，我是太子妃，更是沈家的女儿。巴特尔首领当年欠我母亲一条命，他手中的乌兰部落就是我们的救命草。我在京城等你，万事小心。若你出事，我必提剑血洗大漠。放心，我命硬。
巴特尔首领，家母沈玉留给您的承诺，沈县今日来收了。救命之恩，乌兰部落永垂不忘。恩人的女儿有难，我乌朗铁骑便是大齐的刀。巴特尔，云州城见。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大齐的太子妃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抓住她献给国王，重重有赏，保护太子妃。小姐，怎么办？他们人太多了，离云州只差一步，绝不能死在这里。沈姑娘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多谢首领相救，神仙记下了。沈姑娘客气了，恩人的女儿就是我乌兰部落最尊贵的客人。走，我送你去云州。杏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太危险了。舅舅，我要是不来，怎么能联络到这些部落的勇士，解云州之围呢？好，杏儿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了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全军出击。贤德太子妃，大齐的福气。圣上有旨，沈烈立下奇功，封镇北王。沈县主运筹帷幄，力挽狂澜，册封贤德太子妃，特准与太子同理朝政。仙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我回来了，殿下，我们赢了。小姐，太后太过分了，趁着您在边境出生入死，她竟然把远房侄孙女柳依依接进了宫。她还让人到处传话，说您在边疆和男人勾勾搭搭，说您不配当太子妃。勾勾搭搭，那柳依依现在何处？就在慈宁宫，太后天天带着她显摆，恨不得马上让她怀上皇长孙。仙儿，太后的事你莫听那些胡言乱语，父皇被她缠得紧，让我去慈宁宫看望那柳氏，我断不会去。殿下既然被点名了，为何不去？我心里只有你一人，他若在兵，我宁愿不做这太子。别冲动，既然他设了台子要演戏，我们就带上看戏的人一起去。哟，太子妃回来了，还以为边境将士威猛，让你流连忘返，忘了东宫的门朝哪开了。孙媳见过太后。孙儿见过皇祖母。依儿，这是依依，我特意叫她来陪你解闷。你看这眉眼多标致。依依见过太子殿下。不必，东宫有仙儿足矣。放肆！你是储君，开枝散叶是国本，你眼中难道只有这一个女人？是，此生我只娶仙儿一。太后息怒，都是依依的错，我这便离开京城，再也不回了。依依，别再嘴。依依，沈县，你容不下侧妃，逼死依依，你这恶毒的女人！柳小姐，既然你这么不想活了，我便成全你。来人，取我防身的匕首过来。撞珠子多疼啊！既然要求死，这一刀下去才叫干净。太后娘娘，既然她口口声声要死，若是不死，便是欺君罔上，按律可是要诛族的。太子妃饶命，依依不敢了，依依这就滚！太后娘娘，孙媳希望这是最后一次，若是再有下次，就别怪本宫不念情分了。仙儿，你刚才太厉害了，把他们吓得魂都没了。对付这种人就不能心软，你越是心软，他们就越是得寸进尺。这辈子我只看你一人的戏，谁敢乱我的戏，我便让他彻底杀青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受了风寒？快，我这就去请太医。无妨，可能是最近核对边境抚恤的账目累着了，休息一下便好。您这几天总是嗜睡，饭量也减了，还是瞧瞧才心安。恭喜太子妃娘娘，娘娘已有了3个月的身孕，迈向圆滑如珠，是大喜之兆啊！小姐，您听到了吗？您有喜了，太好了，咱们沈家有后了。我有了，我和他的孩子。仙儿，是真的吗？我要当父亲了！仙儿，我们要有孩子了！殿下，快放我下来！太医说要静养。对对对，不能累着，以后这东宫的台阶，我背着你走。仙儿，父皇已经说了，只要是你的孩子，无论是儿是女，都将是大齐最尊贵的后嗣。2辈子了，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太后娘娘说，江南进贡的瑶皇开了，请太子妃过去赏赏花，解解闷。太后有心了，本宫稍后便到。小姐，柳依依的事才过去多久？您万万不能去啊！她递了帖子，我不去便是不孝。
去挑4个身手最好的暗卫，扮成丫鬟随行。另外送信给太子，让他下朝后直接来慈宁宫接我。仙儿来了，快坐。依依给太子妃看茶。太后请我来，她不只是赏花，有什么话直说吧。你这孩子还是见外，上次的事儿是哀家昏了头，这不特意赔个不是。娘娘，尝尝这茶。沈宪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通外敌，意图谋反！沈宪，你的死期到了！私通外敌，这罪名太大，本宫受不起。这是哀家截获的你与乌兰首领巴特尔的私通密信，你助他夺草原，让他助沈炼谋反。太后为了这一纸书信，熬了不少心血吧？可惜这印章仿的再像，终究是假。你胡说！巴特尔首领的私印右下角有一个极小的缺口，而这封信上很完美。这信怕是宫里的匠人昨夜赶出来的。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妖妃！我看谁敢动太子妃！皇祖母好大的兴致，这封伪造的书信何必自导自演？哀家已将书信送往朝堂，传皇上口谕，宣太子、太子妃太和殿面圣。殿下别怕，清着自己。圣上，沈氏通敌叛国，若不斩其首，何以告慰边境将士？仙儿，你可有辩解？回父皇，儿臣冤枉。这封信印章是假，内容荒谬，可召经巴特尔私印的将领来辨认。铁证如山，你为何急着抵赖？本宫不想皇上被你这种蠢货蒙蔽圣听。皇上，人证总做不了假吧？皇上饶命！是太子妃娘娘让奴才送信给巴特尔，里应外合拿下云州。沈宪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都给朕住口！父皇，既然此人说是儿臣给他的信，儿臣想问他几个问题。你说你是我派的信使，我何时派你？在哪里见你？给了多少酬劳？信中还有什么细节？答不上来了，本宫为何不派心腹，反而派你一个无名小卒？到底是谁指使你？若有虚言，朕立刻将你凌迟！皇上饶命！是太后娘娘，她给了小的银子，让小的陷害太子妃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左胳膊上有一个梅花形状的胎记，对不对？皇祖母，还要孙儿请太医来验一验。启禀皇上，臣有要事。臣查到太后从私下向蛇国传递京城布防图，她想借蛇国之手除掉臣与太子妃，让柳家掌控兵权。这是太后与蛇国奸细往来的书信，柳家运送粮草的私账。是朕的好母后。皇帝，我是一时糊涂，我是被蛊惑的。一时糊涂，你害死了朕多少将士！传朕旨意，太后卫士贬为庶人，打入冷宫。柳家满门抄斩，所有涉事官员革职流放。当你递出那份假密信时，就该想到今天的血战。仙儿，对不起，又让你受了惊吓。能除掉太后这个心腹大患，以后再也没人能阻挡我们。传令下去，宫内所有粗使工人，若有救急，皆可去新设的医馆免费领药。谢太子妃娘娘恩典。小姐，现在的后宫再也没了尔虞我诈，大家都说您是活菩萨呢。规矩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好，而非杀人的刀。小姐，好消息！乌兰部落巴特首领派使者入京，请求与我大齐签订永久和平协议。巴特尔，他终究是没负我。仙儿，协议签了，从此大齐与草原各部世代友好。恭喜殿下，也恭喜大齐百姓。父皇要在京城为你立功得位，只要百姓能安居乐业，这一遭我便没白活。仙儿，看，这就是你护下的首饰。上辈子我灰飞烟灭，这辈子我终于成了守护火光的人。大齐的未来。我叫沈宪，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都已化为了尘土，而我的故事还在继续。